长途飞机、出租车、3个小时的新干线、1小时的公车、20分钟摆渡船，再加上10几分钟的迷你公车，终于到了濑户内海的直岛。因为有3年1度的艺术节，濑户内海的几座小岛成了热门旅行地，但它到底是艺术爱好者的圣地，还是网红打卡的天堂？这3天，一起来深度体验一下吧。刚从丰岛跳回到直岛，在码头上迎接我们的是草间弥生的红色大南瓜。看到它，开心的好像回到了幼儿园。艺术家草间弥生从小患有精神性幻觉症，视觉和声音上的无限延展常常困扰着他。在他的幻觉中，世界被无限的圆点覆盖。童年在乡村生活，他觉得田野中的南瓜朴素笨拙，能带给他安全感。制作带有波点的南瓜，也是他艺术疗愈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。从南瓜之家回到贝勒生之家，由工作人员带领，穿过美术馆，到达今天入住的海滨馆。贝勒生之家有4个不同的住处，分别是美术馆、椭圆馆、公园馆和海滨馆。海滨馆在2006年建成，是最晚建成的场馆。顾名思义，它设在沙滩旁边，近距离直面濑户内海。比起艺术风格更加突出的椭圆馆，这里感觉更休闲、更温馨，有种令人安心的感觉。我通常很不喜欢这种瓷砖的卫生间，因为很容易藏污纳垢，但这儿实在保养得好到没有任何使用痕迹。这个空间让人可以完全放松下来，发发呆，胡乱地涂鸦，在酒店门前的甲板上安静地看看海，再去附近散步，看看露天的艺术装置。路过的很多装置都在90年代已经安放在贝勒生之家，到今天色彩仍然非常鲜艳，维护的努力程度可想而知。散步的目的地是直岛地标黄色南瓜。草间弥生的波点似乎越来越热门，但这颗南瓜从1994年就常驻在这儿了。2021年，台风 Lupit 带来的大浪把这颗南瓜卷入海中，巨大的南瓜飘在海中的图片一度成为热搜。南瓜破损严重，被打捞上岸，并在2022年修复完成，回归旧址，而且比以前更受关注。晚餐在酒店的法餐厅，窗外有条过分活泼的鱼在平静的水面上跳高。餐厅以香川县当地食材为主打，味道意外的好。虽然一整天多云，傍晚却出现了绝美的粉色晚霞，恨不得冲出餐厅去欣赏美景。可以隐约看到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海对面的高松港，我总是会被这样一期一会的景色打动。晚上走过沙滩，再去码头看一看这颗黄色的南瓜，就好像朴素的南瓜陪伴着孤独的艺术家，没有了排队拍照的人群，它好像也在静静守护着这个特别的小岛。在这儿的最后一天似乎是个晴天，如果昨天也是晴天就好了。但是不能奢望天随人意，更应该珍惜自己得以拥有的体验。直岛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探索。说起来，贝勒生之家的名字是好好生活的意思，于是我们也按照酒店小册子里推荐的慢生活方式，早起呼吸新鲜空气。阳光下，海水变成清澈的蓝绿色，树叶和草坪好像也格外嫩绿。有着温和的环境做画框，艺术品也会呈现不同的意象，比如这3块铁板，不同时间投下不同光影，有风的时候会缓慢地转动，寓意在空气中流动的时间。贝勒生之家的园区很大，不同于度假村，这儿没有围栏，和环境完全融为一体。走到栈桥，目光所及只有山和水，但不要被这温柔的水面骗了，海里有很多水母，因此并不适合游泳。回头一看，山本博司的一幅海平面的作品就在山石上挂着呢，这也算是一个隐藏的小彩蛋吧。沙滩旁边，艺术家用废弃的船只做成了装置，让海风、日照和时间对它进行润色。吃早饭时间，这世界上还有比日式早餐还有仪式感的事儿吗？每个酱菜都有专门的小碟儿，
幸好洗碗的人不是我。白天再走一遍贝勒生美术馆，果然是完全不同的氛围。但是今天的主题是探索户外的艺术，趁着阳光大好，先出去撒一阵野。山谷画廊是安藤忠雄在直岛的第9座建筑，也是他献给直岛的小型宇宙礼拜堂。这里边有草间弥生无限倒映的镜球和小泽刚用工业炉渣浇筑的88尊小佛像，对应4国的88座寺庙。而建筑本身是安藤一贯的风格，几何形、混凝土、全自然采光。韩国出生的艺术家李宇焕的作品贯彻着物派的精神。这类艺术家关注物与物、物与环境、物与观众的互动，而不靠艺术家加工的技艺来彰显价值。美术馆里所有的展品主旨都是留白，比如说这个石头和不锈钢条做成的无限门，工艺其实十分简单，但要配合它所处的环境。我在不同的天色、时间、角度看到它的光影和心情，它才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体验。在白天再次来到山本博司的时间回廊，原来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既是贯穿他本人各个系列作品的回顾，也是呼应他作品中大量对时间这一主题的探讨。之前在伦敦看到他的回顾展，当时惊叹他的作品之多，涉猎领域之广。来到这个空间再看，突然明白他一直在以不同形式捕捉瞬间，显化时间。坐公车去园区之外的直岛本村探索 Art House Projects。90年代，直岛人口锐减，很多房屋空置。贝勒生集团和安藤忠雄提出大胆的计划，把本村空置的房屋交给艺术家去改造，也让村民参与制作。现在本村有7座这样的艺术之家，吸引游客走出美术馆园区，更真实地感受直岛本地人住的社区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小街小巷，保留着厅屋的风貌，路边有很多花花草草。道路的尽头是标志性的反光镜，让行人避开来往的车辆。沿着石阶爬到村里的高处，来看山本博司改造的旧神社，有14级玻璃阶梯从地表的神殿穿透到地下石室。里面不能拍照，但时间回廊有这个建筑的模型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内部的结构。模型中通向海平线的通道，正是我现在正在走的这个狭窄的走廊。尽头果然是一片蔚蓝的海，又狠狠地上了一堂当代艺术课。安藤博物馆也设在本村，简单的空间让我更加了解它的设计理念。让人大为震撼的是，它竟然是自学的建筑。那时候没有 YouTube， 也没有 B 站，它是怎么自学这么复杂的学科的呢？ OK， 看了这么多当代艺术，我现在急需一杯冰咖啡。直岛有很多可爱的咖啡店，买了咖啡，坐到后面的空地慢慢喝，心情实在太好了。剩下的时间在村子里慢慢逛，欣赏一下民居屋檐下的花草，来跟懒洋洋的小猫 say hi， 去可爱的沏茶店看看昭和时代的玩具。在这儿可以很直观地感到，直岛的老龄化仍然很严重。当路过一座小学，看到小学生的时候，竟然会有一种感动，觉得这儿有孩子就有希望。在这样的小岛上简单生活也不错，也许可以过上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的日子。虽然这么幻想着，又到了收拾行李回归现实中牛马生活的时间了。再见了，美好的贝勒生之家。愿你种下的艺术经济的火种能变成熊熊的炉火，持续守护着濑户内海可爱的小岛们。